朋友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俩好了好多年了，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本来呢，我以为我们会很好的走下去，但是因为我跟他爸的关系相处的不太好，导致我俩的矛盾就是很多。他总说我变了，但我感觉我没变，是他变了。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大，还特别极端，一点小矛盾就被他无限放大。现在呢，他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还经常骗我。我对这段感情越来越看不见未来了。一段看不到未来的感情，情归何处呢？来，掌声请出这对小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任先生22岁，来自河南个体；女嘉宾任女士23岁，来自辽宁，声乐老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片里我听到了一个信息，认识很多年了是吧？有多少年啊？大概有7年了吧，这样。我们两个是初中认识的，真正开始好是从大学，我就去天津上大学，他去海南上学。哦，就从你们俩开始谈恋爱，你们就天各一方，是吧？对对对。后来怎么又好到一起了呢？他上完大学之后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我就开始接触他的家人。哦。但接触完之后，就是他的家人当时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啊。我可能就是老跟他妈妈聊天，就比较向着他妈妈。哦。就等于说闹的就是他爸爸最后不是很喜欢我。哎呀，你跟他父亲有什么样的冲突呢？最大的冲突到什么程度了呢？是这样，他爸爸说，如果他要是再跟我好下去的话，他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哎呀，怎么到这个程度呢？当时我父母闹矛盾闹得挺厉害的，然后他总是站在我妈这边，然后我爸就觉得他是一外人，然后来掺和我家的事儿，就这么着。哦。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件事儿也不关他的事儿，我爸说那种话，我还是就是想就是慢慢就是劝和我爸那边慢慢接受他这种啊。因为当时他可能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是怕我太难做，他就跟我提出分手。分了吗？分了。哦，分了多久啊？分了几个月吧，后来就是互相还有对方，就慢慢就又好了。又好了？对。你父亲那边就没什么事儿了吧？就是没有那么大反应了，也算慢慢默认了吧，因为我是一直比较喜欢他的。那不就行了吗？是，但是这次就是和好之后，我才知道他在跟我分开的这段时间里，就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在我心里，这感觉有一点点是精神出轨。就是在你们分手之后，他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对。过不去这坎儿是吗？就心里有一根刺吧，我就感觉就是他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爱我啊什么的，所以才会说，跟我分手了之后就立刻就找了个新的女朋友。但是说后来我们也和好了嘛，和好了之后呢，就是一件小事儿。他有一天就是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他所有的工资其实是给我的，是他主动交给我的。然后他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跟我说是他朋友送给他的。当时那个电脑键盘应该是700-800块吧。我后来发现他是跟那个哥们儿连起伙来骗我。其实这个键盘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您也知道，他所有的钱都是给了我。那他这电脑键盘是怎么买的呢？我就很不能理解。怎么买的？就是省吃俭用，就是慢慢攒下来的。我就跟朋友一起就想出这一主意，就说是他送我的。因为那个键盘呢，他肯定会不让我买。因为之前买过一鼠标，就是可能才200多，他就跟我磨叽了好久。因为家里是本来就有键盘和鼠标的。然后他还要再买一套更好的，就为了玩游戏。我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想玩游戏嘛，就想玩的舒服一点，然后就买键盘。我觉得没什么，这种小事我不想再因为这种事再跟他吵。是，理解。这不就像男人说女人一样吗？有口红还买口红，对吧？
那除了这个，还有之前我们俩在一起嘛，我背一个装饰包的那种，就一点都不沉，里面可能就一个手机呀的那种。然后他就可能过来说：“哎，沉不沉呀？我帮你吧。”我说：“不用不用。”然后他就直接抢走了。但是现在我背一个特别大的包，但他就觉得：“哎，你也是个人，你也能背得动吧？”就这种感觉，就不再像以前那么贴己了，是吧？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又没什么，那么一个背包的事情就拿出来斤斤计较，而且你包背不动就跟我说啊，我也没说背不给你背吗？那为什么就是说之前你不用我跟你说，你就主动帮我背一个那么轻的包，然后现在这么重，然后你都意识不到，你就还让我跟你说？我觉得时间久了嘛，就大家就这么的熟悉，然后就有什么就说什么，没必要就遮遮掩掩那种。他现在就是老是以什么时间久了为借口的那种，就感觉你不爱我了。怎么可能？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脾气越来越大，根本没有的事情就没事话有，有事又发大。比如说上回就是我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回家晚了那么1小时吧，回去就跟我吵，闹得特别厉害。那天他说他要回家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吃饭，我说那你就去吧。然后到了7、8点钟的时候，我一想，哎，那是不是已经吃完饭了？我给打几个电话问问，就什么时候回来？他就一直没有接。后来我就看朋友圈，他的那个朋友发的那个小视频，我看，哎，就是小视频里竟然有他，我还给点了个赞，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就这回就接了。他就感觉装作一副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他就跟我说，哦，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晚一点回去。然后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哦，我就直接给挂了。挂完之后，他大概当天晚上是11点回来的，然后他一直就敲门，我生气就没给他开，就敲了大概10多分钟吧，我给他开了。打开门之后呢，也没有说要给我解释，反而他就是生气我给他就是为什么开门开晚了，我就跟他吵了几句，他就直接走了。我当时不想再跟他吵，因为喝酒又太晚了，就怕扰民，然后就想着下楼冷静冷静，一会儿再回来。对，他现在就是干嘛都说冷静冷静，一直就跟我冷暴力。当天晚上他就扭头就走了嘛，我给他打电话，他就直接就是给我拉黑了。当天就是挺冷的，我就穿一条特别薄的衣服，他看到我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他就在那儿站着。那我说那好，那你站着吧，我就扭头就一直沿着那条马路走，他一直在后面就是跟着我，什么都不说，我就太讨厌他这样的态度了。我就感觉他现在对我就是很义务，他跟着我只是纯粹的不想让别人知道哦我发生什么意外了，然后责任推给他的那种感觉，就根本都不是爱我。当时就是我是想冷静冷静，我不想继续跟他吵嘛，我想着他在那散步，可能一会儿就心情好了。现在脾气就是越来越大。就是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有，就前几天有一回是我俩本来心情好要出去买菜，我换衣服在那等他，然后他就看我裤子就不舒服了，他就非让我穿那个西服裤子，然后我就说不舒服我就不穿，然后就这点事就非要跟我吵。那天是他感冒了，他就是因为穿的少所以感冒的，然后我就让他穿那条稍微长一点的裤子，然后就感觉他就是故意跟我较劲，就是生活就总是这样，让人很不舒服。就我明明是关心你，但是你就我明明让你听我的话，过去你听，为什么现在你不听了？对，就是这种感觉。理解了。还有别的吗？哎呀，你们俩这事儿有，还有一个婚礼，还有啊，一个朋友婚礼嘛，叫我过去，然后我想那朋友跟他也不熟，一般婚礼就是前一天不有一单身 party 嘛，想着就都不带女朋友，就玩得开心一点那么着，然后我说我自己去吧，然后他又不同意，非要跟着，然后我们就发生那个争执之后，他就跑到我另一个朋友那儿，让他带着去，后来他去了之后，我就一直心情不高兴，就特别不舒服。不是你怎么找他朋友就带你去了呢？没有，那个朋友是主动过来的，他以为他会带着我去，他就问我说啊，咱们什么时候走呀？我就跟那朋友说，我说我不去了。他才问说啊，为什么呀？我说我想去，但是他不想带我去。然后那个朋友就是心也是很大的那种嘛，他说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吧，到了之后就跟我一块儿玩。这朋友心可不大啊。不大吗？你哥们儿啊？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啊。对，当时我就在想，人家哥们儿为什么能带着女朋友，他就不能带着我？我真是。
是。我真是听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在听一个结了10几年的一对老夫老妻在那儿磨叽点事儿，这里面呢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爱，反正就是互相看彼此就不顺眼。哎，你们俩在异地的时候谁会看谁多一些？就是你们怎么维持的那个异地时候的那段恋情，你们谁能给我讲讲啊？我可能看他多一些吧。啊，当时是他在海南，我就坐的那个硬座，然后去海南的，就是大概坐了几10个小时吧。看完他之后，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再也不坐这个车了。啊，但是后来就是还是坐了。那会儿上学是封闭式的，然后我们就互相写信，他会经常给我寄照片，每张照片后面他都有加一段那种特别用心去写一段话，就让人特别感动。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钱，他去兼职赚钱，然后买车票到海南来看我。那时候就特别感动嘛。然后就是还经常给我买东西，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啊、衣服啊之类的。他对我那时候特别用心啊，所以我听到现在我有一感觉啊，好像这段感情走到今天跟他爹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是吧？就是你们俩堡垒从内部已经炸开了，是这意思吧？对。所以是不是心里都在问哈？男生可能心里会这么想，就是曾经你以为我会坐几10个小时的火车，自己打工挣钱来看我。现在我买一个键盘，我都不敢跟你说实话，我得瞒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女生会想，以前你总是黏着我，为什么现在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你都不愿意带我去？对。你为什么过去在你父亲很反对我们的时候，你坚持下来了？对。现在没人反对了，你却对我表现得形同一个陌路一样，那么的冷漠。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这段感情呢？是准备继续往下走呢？调整呢？还是想放弃呢？我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我们毕竟好了这么多年嘛，那肯定是希望有个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过得都很不舒服。就我说句实话，我真觉得他可能现在找另外一个姑娘，他可能就不是他现在这个状态。但如果他跟我的话，就永远你是觉得他在你这儿已经没有激情或者叫热情了，是这意思吗？啊，小伙子你怎么考虑啊？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这么时间长了，然后就变成那种亲情的感觉了。就很习惯嘛，大家都互相很习惯了，就不要在生活中天天发脾气啊，这种就每天过得就很不舒服。这种还想谈下去吗？其实还是很舍不得的，因为也是初恋嘛。一段感情已经摆在这儿了，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2个人从09年相识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缘分的。但是我先来说说女生，你会不会是做事太极端了？比如说，男孩想要穿条裤子，他就想穿这条裤子就不行。为什么穿这条裤子出去就不行？然后咱们2个就要吵一架，你觉得他舒服吗？不舒服，但是他会感冒呀。他感冒，他吃点药就好了。我今天就想穿这条裤子，这只是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你在过度的介入他的生活。包括前面讲到的，我一听就不是一个2个人谈恋爱的状态，就刚刚像赵春老师说的，老夫老妻的状态。你在干嘛？你深度的介入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深度的掌控他的财政大权。这是什么人在做的？是老婆是媳妇儿在做的事儿，但是你都在做，而且是男人非常不喜欢的方式在做。经常啊，有一些夫妻站在这儿就跟我们说，因为刚才你们说的这些事情闹离婚，你们还没结呢，现在就因为这些矛盾今天站在这儿了，是不是你过度的介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我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我没有看到男生更多的问题，我看到的是疲惫，是乏累，是你说的那3个字不舒服。2个人在一起是手牵手，每个人独立的个体，但你现在把他包裹起来，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我刚刚就觉得好可怜，男孩说我就想打游戏打得舒服一点，可不可怜？好可怜。但在你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所以，虽然你们很有缘分，但是如果不做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缘无分。
先给出一个结论啊，你的感觉没错，他是不爱你了。一个人如果爱你的时候，生怕给你的不够；如果不爱你的时候，就怕你要的太多。一个人爱你的时候呢，可以把你视作独一无二的珍宝，但是如果一旦不爱你的话，你哭闹是错，你沉默是错，就连你呼吸都是错的。所以你的感觉没错，但为什么不爱？从你们之前的这些感情当中来看，有几点原因可以供作你参考。你们一直都是处在异地恋当中的，当异地恋的这种模式变了之后，你们无从适应，不知道怎么样把这种异地恋的状态和模式调整到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因为以前大家只知道我们在电话里面是很热恋的情侣，可是真实面对面的时候，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真正了解他喜欢吃什么吗？你真正了解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吗？同样，男生了解女生吗？很多的事情细节，生活的细节都是不了解的。所以你们重新再在一起的时候，相当于是新的一个人在谈恋爱，但是带的是彼此旧时的模样。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女生如你所说，你一直在帮她的妈妈，那为什么在她爸爸讨厌你的时候，妈妈没有出来帮你呢？你想过这是什么问题吗？就算是亲人，都很难去介入到一对夫妻的感情当中。何况你那个时候还小，是个小孩子，三观还没有树立好呢。在他父母眼里，你只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孩，不懂事儿。再者，其实你们两个人，对你来说，你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是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那段时间被迫分手。其实你对他抱的希望挺大的，你觉得他应该苦苦等你，结果没想到人家谈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事情开始，你们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是因为你心里不平衡了。你突然那一瞬间觉醒和明白，原来这个男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你。所以在之后的感情当中，你也开始渐渐收回了你的爱。那既然不爱了，就不要纠缠。男生也一样，既然不爱了，不要说什么亲情，你们俩又没结婚，哪来的亲情啊？所以彼此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好，祝福你们，谢谢。将近10年的感情不容易，其实两个人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错误。虽然女孩的行为极端了一些，不可取，虽然男孩的回应和所谓的谎言不可取，但看来都不是大问题。你们遇到的问题是，本该在激情澎湃恋爱的年龄，却经不过似水流年，宛若老夫老妻的平淡生活。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相识在一起的感情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但是这样的感情真能走下去一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走在一起，其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我们喜欢的是什么不知道，就这样糊里糊涂所谓的相爱了。其实男孩，我觉得你缺乏一点勇气，你自己能够在分手之后那么快就有了新的女朋友，你应该已经对现在这段感情心里产生了质疑。这样平淡的生活，这样的感受是你想要一辈子的爱情吗？你心里其实很清楚，这样的日子要过一辈子熬不下去。而姑娘，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在用最后的这一点力量，想要去抓住所谓将近10年的爱情，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合适就不要勉强，不要因为我们曾经有过9年也好10年也罢的情感，就把自己圈在这样一个两个人都非常难过的境界里。其实不妨勇气多一点，去感恩彼此陪伴彼此在一起的成长的这些美好的年华，去追求你们希望的更有热度更有热情的爱恋。希望你们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成熟的愉快的爱情。谢谢。
男女之间最幸福的状态是默契，最心痛的状态是背叛，但最糟糕的状态，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你刚才说那段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你说你在前面走着，他在后面跟着，他一语不发，你很不满意他这种糟糕状态，你觉得他对自己就像义务一样。如果一个爱人对另外一个爱人之间只产生了义务关系，或者只剩下义务关系，你认为那是不是最糟糕的状态？这义务当中包含着3种意思。第一，可能是一种习惯；第二，是一种依赖；第三，是还债。我所指的这个习惯不是爱的习惯，而是一直以来跟你形成的互动习惯。虽然你们经历了很漫长的所谓的异地恋，但是一直是你在主导，他其实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努力。你的这种主导的方式，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就像你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跟着代表他无可奈何，但是他又没有那么狠心离开。还有依赖，其实他这么些年来他也没做什么，很多事情都是你帮他料理的，他对你产生了依赖。然后第三就是还债。你在和他分手那段时间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一定是尝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但你肯定愧疚。但这种愧疚就来源于像做错事的孩子是一样，他觉得没有听当妈的话。所以其实义务2个字已经把你们俩之间的感情说得很清楚了，其实爱已经不剩下多少。但如果我是你，我不要一个男人或者一个还没有跟我结婚的男人以义务之名还不情愿地待在我身边，让2个人都痛苦。你不如跟他说，你不要有愧疚，你对我也没有什么义务。如果说之前的一段情感我给了你太大的压力，你不必以此作为自己情感的债，我们彼此都活得轻松一点。就这样。也有很多人认为呢，不好就不应该在一起，还有一些人认为呢，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不好可以磨在一起。你们现在相处的模式是大家看的最心痛的一种模式，确实是年少无知的爱情。你们的恋爱上来就是碰，啪，火花，分开，坚守，坚持，好还是不好，无法断言和定论。所以现在其实就2条路了，能熬就往下熬，不能熬就赶紧的谁也别耽误。而我用熬这个词一定是打引号的，是我们彼此愿意。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试试，你还想试试，你们改变一下。人和人相处的基本之道是距离、平等、尊重，而不是指挥、占有。好，接下来时间给你们自己，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之前我们异地恋的时候嘛，我们2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钱，然后每天都打60分钟、80分钟的电话，感觉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打电话上。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好。反正已经这么久了嘛，我希望我能改变一些，然后我们就像2个新认识的人再试一试。我觉得我要的东西也不算多吧，想要大家都有一些私人空间，然后有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然后不知道你时间到给我。谢谢2位啊，秦晖，谢谢你们啊。
请关门。来吧，看他们的抉择，请开门。挺好，这就是人世间的分分合合嘛。来吧，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这可是一对老夫老妻了，来看看他们的冲突，请看。叔叔在吗？哎，叔叔您好，我是节目组的。您现在跟阿姨遇到什么问题了呀？这个问题我就是爱喝酒，一喝酒了我就醉了。我老婆呢她生气了跟我冲到娘家去了，所以请你们帮忙做她的工作。现在阿姨也过来了，要不我们去找阿姨沟通一下好吗？好的。好。谁？阿姨，是我们。你走，我不想看见你，走，不想跟你说话，你们不要拍，真的不要拍。咱们沟通一下好吗？到台啊，你到台里去说，现在不想跟他说。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汤先生59岁，来自湖南工人；女嘉宾廖女士55岁，来自湖南退休。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为啥非要到我们这儿说呀，大姐？在那儿也可以说呀。在那我不想跟他说。哦，在那儿不想跟他说。对，那你在家里也不跟他说吗？在家里说的他也不听。哦，不听。他就是喜欢喝酒交朋友。哦，就是喜欢喝酒是吧？对，前面20多年还是好。啊。就是小孩一长大了，他们就没事做了不？就爱喝酒，爱交朋友。哦。你们在来我们台里之前，你们吵过架吗？吵了，现在我没回家，1个多月没回家。那你在哪儿住呢？在娘家。哦，回娘家了。对。1个多月啊？1个多月。那您没去接大姐回家呀？去接了，她不理我。哦，不理你啊？对。这为什么想干嘛呀？不回家？他是这样人，老是喝酒，就是上次就跟朋友一起喝酒嘞，喝多了，朋友打电话过来要我去接，我就去了。一去了，一看他脸好苍白，那好吓人。我就马上就送到医院里，送到急诊科。急诊科医生说，赶快办手续要洗胃。就在医院里1个晚上，他都没醒。他是这样的人呢。哦，每次喝酒都喝成这样。1个月起码有2、3次是这样。我的天哪，你不怕喝死在外头啊？不是真的，喝完酒深度醉酒靠输液活着，那你真不怕？怕是怕，还喝。但是在饭桌上面跟朋友一起喝酒，那个气氛啊，那个氛围啊，就不顾了。啥气氛啥氛围能喝成这样？就是很开心的。在家喝酒不？在家也喝酒，我就在家还是控制了他，1个杯子大概是2两支左右了。我就每天自个的1杯。有一次吧，他找我还要，我就硬是不肯，他就找我骂，我就还是不肯给他。他就来抢我的杯子，抢进去了，他就在底下一砸，我还好吓人呢，我生怕砸到我嘞，那一下。他还跟您抢杯子，还砸杯子。对。你在家里是有什么气氛让您喝呀？他对我有意见，说我就没有在外面喝酒了，在家里喝一点。在家里喝一点呢，他还在控制我。就是喝，不是喝了2两了吗？还喝呀？对，我就还喝一点，他不肯，当时我就逼起来了，我就把这个酒杯就骂到地上，再把酒就那么爱喝那口酒啊？对。你们娘家人知道他这么爱去喝酒吗？知道啊，就是有回到娘家吧，说起来这件事真的超丢人的。到娘家去吧，喝酒你不给他多喝吧，他说你娘家不热情。娘家只能给他酒喝，当时还是没醉。后来就天气一冷吧，下雪了，他就喝了这点酒出去，一出去呢，他醉在外面，睡在外面，好大的雪。醉倒在雪地里了。雪地里。我的天哪！我也不知道，我在家里，娘家那边的人跑过来，你老公睡在外面了嘞，
好，我一去看，吐了一身啊，脏兮兮啊。其实不在吐一身，这倒在雪地里，有可能就失温就死掉了。我有之后我把扶回来，跟他搞卫生，他真的。你知道吗？当时我喝的酒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那你还喝？哎呦我的天！就是在他娘家喝酒吧，但是他们家里亲戚呢都是老是在敬我的酒，说在自家喝酒没事，就醉了也醉了没事，我们喝得开心。但是我知道喝酒喝多了，我说我出去走一走，我出去走了，那个风了一吹了，吹得我心里的那个很凉的，一下子就醉了。醉了还会坐在地上，又不知道怎么也睡着了。我问一句啊，除了喝酒之外，他对您好吗？他平常还是好，他不喝酒还是挺好的一个人。不喝酒挺好的。就是喝酒就不行。也就是说，您对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喝酒是吧？就是痛苦。我也是快60岁的人了，经常是这样。他有钱就去跟朋友一起喝酒，喝酒呢他就醉，我就怕他身体不好。我就是不想跟他喝酒。有一次吧，我感冒了呢，我就说你今天搞饭吃哦，我今天不舒服。他当时还是干好，后来朋友打电话过来了，要他出去吃饭，他就要去。他说我到朋友那里吃完饭，再打点包回来给你吃。我感冒了病了，你还不在家里？他就是这样。当时啊，是我的朋友生日，我说不去不行，我说我去吃饭，打个包给你，是吧？当时你只是一个感冒。那天喝多了吗？妹子没有喝多。好，我再问问啊，大姐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啊？有吗？她脾气比较大一点。脾气大。还有就是爱打牌，下午啊、晚上啊都打。每次我喝醉的酒呢，他就老是把我的钱都收掉。我一喝一次酒了，我口袋里几百块钱就全部喝掉了，就需要他就等于你们家一个好打牌，一个爱喝酒，是这意思吧？对。我再问问啊，这个您觉得家里面他这钱管得怎么样？管得好吗？以前我都是把钱我们2人钱放在一起，现在条件好了嘛，小孩也大了。参加工作了就是说了他打他的牌，我呢就出去郊游，把我的工资就去郊游喝酒。还有一个就是过娘家，去以后呢就是大包小包的，还要买菜。一个月回去几回啊？我们一个月回去2回吧。那正常嘛，该来的。2回，还有他的侄儿生日，他就是年年都把他侄女的生日都放在心上有时候打电话。子宇啊，他跟你今天快生日了，你需要什么礼物啊？姑姑买给你啊。我就说他，你怎么老是在向着家人是吧？到您家去看吗？到我家去了。他对我妈还是好但是我的姊妹、我的哥哥姐姐他们生日啊，带他们去走动啊，他不买什么东西。就是生活过得主流还是不错的。这7、8年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是吧？对，手里有点闲钱了，烧得哈喝酒，是这意思吧？对，管也管不住。这个也烧得哈打麻将，管也管不住。我问你啊，他要把酒戒了，你能把麻将戒了吗？对，我就是这句话。所以你打麻将是为了抗衡他喝酒。我怎么打麻将呢？以前我也不打麻将就是后来他老是天天的，他一回就是酒，明白？我就受不了，我就玩一下。听明白了。所以这个您是希望他跟您回家好好过日子。对。这酒还喝吗？酒还喝。就是以后呢少喝。哎呀，你这就是要是别光啊。行，听明白了这个各位老师你们看怎么办吧？人家几十年也过来了，现在人养成一新习惯这习惯叫不喝多久不回家。出去了就必须得喝多，老婆有意见了。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汤大哥，你好。你好，这个寂寞的人爱唱老歌，伤感的人爱喝点小酒哈。但您知不知道这个喝酒伤胃，能喝出胃癌来？对。伤肝。对。肝硬化。但是朋友距离的酒你不喝，你要伤心的。伤心是吧？对。但你喝伤感情啊。
我跟您分享一个数字，叫180万。你觉得这个数字是描述什么的？是不好的数字吧？我告诉您哈，全世界每年有180万人因为喝酒而死亡。对。害不害怕？害怕。那还喝不喝？少喝。少喝。汤大哥，您说的这个对，就是少喝。可是少喝到什么程度？你们俩今儿得在现场给他研究明白了，不然回去还得打，还伤感情，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姐，少喝到什么程度你是能接受的？每天喝2支我还能接受。2两行不行？对，行。早上喝，中午喝还是晚上喝？中午和晚上。中午1两，晚上1两。1两多一点吧，3两吧。不讲价，不讲价，大哥，2两一天行不行？2两为了我的老婆也可以。成交。啊。我想问一下大哥，你觉得大姐为什么这么介意你喝酒？说白了还是心疼你吗？对。为你好吗？对，为我的身体健康。对呀，怕你哪天变成了180万，对不对？谁陪他走未来的日子呢？30年的感情了，风雨已共，是不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你们2个携手，所以祝你们相扶相依，活得明白，爱得透彻，祝福你们，谢谢。其实大问题没有太多，因为到这个年纪了，大家多多少少日子都会有一些趋于平淡了，就开始有点小作了。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想想啊，您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活的是什么呀？活的不就是老伴儿吗？活的不就是儿子吗？您为什么开始喝酒？就儿子长大了，生活重心发生了变化。以前全忙活儿子来着，这儿子结婚了，对吧？对。有自己的家庭了，没事儿了，对。没有生活的重心了，就重新找到一个重心，喝酒。但千万不能以这个为重心。您想想，您要是这么有一个什么意外，儿子怎么办啊？对吧？所以您的身体不是一个人的，想想老伴儿，想想儿子，还是祝你们幸福。希望你们2个人真的白头偕老，到这个岁数了不容易，别气人家了啊！谢谢。哎呀，这前2位老师都说了解决方案了，其实方法很简单，关键是能不能执行。我是替您捏把汗，是吧？您看您今天穿的这么漂亮，橘红色的裤子，小花格的衬衫，所以你的内心得多丰富的色彩，得多向往这个五光十色的生活啊！可惜咱也快60了，怎么找乐子啊？喝点酒吧，喝完酒晕晕乎乎的就都美了，是这情况吧？对。还对，你还不见好就收。我以后不会喝酒了。真的要见好就收。其实我觉得今天2位来到现场特别好，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你们这个小家庭的问题。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以后，孩子长大了，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家庭负担要去承担的时候，人生其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转折。这个时候怎么面对自己的养老生活，怎么面对自己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的这种可以说是无聊和空荡荡的感受。你看你们2位选择的是先生在这个酒精麻痹当中寻找美好，那女士就打打麻将，是吧？发发脾气。对，这就是你们老年生活的规划呀。我们看到的良好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是去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去锻炼身体，唱歌、跳舞、参加比赛、演出，这是良好有序的老年生活。花衣服可以继续穿，咱穿着去唱唱歌行不行？对吧？咱可以去过有意思的生活，咱旅游行不行？我们把老年生活重新规划一下，都要更多的考虑自己的身心健康了。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加油吧！先生女士，加油啊！谢谢，谢谢严老师。59哈，你想活多少年？活80岁。想活到80。对，100岁。你希望80的状态是还比较有品质，能吃能喝能跑，还是80岁了基本上就迈不动，只剩口气儿了？能喝能吃能跑。啊，那你就要保重一点。如果我要是你，我会陪他喝点儿，就是你不能出去喝，就在家里喝，这样挺好吧？
晚上陪你喝个1两2两，然后谈一谈过去的辛苦啊，是吧？谈一谈对于以后60到80的生活的计划。出去咱就别喝了，在家里喝，陪他喝。你觉得这样可以吧？可以。这么大年纪了，你说你戒麻将，他戒酒，那生活也没什么意义。当然，至于什么旅游啊、唱歌跳舞的，如果愿意去尝试，也可以去尝试一些。总而言之，我认为到老了不能让自己再受罪，可以自由一点，但也没有必要为了自由而到最后让自己最有价值的老年生活变得枯燥而乏味。所以你们俩计划着看，如果想要到了80还能吃能跑能动，那就稍微节制一点。就这样。谢谢了。就是酒喝多了，其实夫人的话最简单，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别的也没什么。我觉得到老年了，生活活得稍微淡定一些，别那么荒唐了。您这喝法太荒唐了。酒可以喝，别喝大酒。咱们给他定一个标准，不要醉酒。你不想5年以后你就在轮椅上吧？不想。什么事儿都是他伺候你吧？高兴了呢，给你来个好脸色；不高兴了，呲楞你2句。你不愿意过那样的日子吧？从此以后不要喝大酒。来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老婆，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喝酒了一定要改。以后呢，我常常带你去跳舞、唱歌，带你去旅游。老婆，回家吧，我保证以后改，再也不喝酒了，不喝醉了。老师说的喝酒那么可怕，我的坚决的要把它改掉，请你相信我吧。你保证的太多了，这么多年，每次一喝醉就是保证。现在我还是你的保证呢，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是先考虑一下就好。不用了，老婆，我一定好好改。谢谢2位啊，秦晖，谢谢你们。来，请关门，看结果吧。大姐今天会回家吗？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老婆，哎，还喝呢？说好了，跑都跑不起来了，还喝呢，真是。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相信我吧，我以后保证不喝醉了。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再不和我朋友喝酒了。没有。请回，谢谢2位，请回，谢谢老师，谢谢。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